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公元753年，正是大唐天宝12年。这年初春的一天，春风拂柳，阳光明媚。在地主赵家人的家里，他们家的长工，也就是我，红旗蛋又一次无奈地听完了这个家伙酒后的唠唠叨叨。我答应他，以后甭管多无聊，我都再也不能一边放羊一边薅羊毛了。在我无数次的点头和心里问候他们家的列祖列宗之后，他放过了我。我牧着他们家的一群羊，来到了村头的山坡上。不知怎么的，不能干点坏事来解解闷儿，我突然觉得生活失去了方向感。我幻想着，要是哪一天自己能够不再放羊，每天都能无忧无虑地走街串巷，卖些夜宵来糊口，该有多好。或者幻想着自己学会了一门外语，能够和不同的物种交流，该有多酷。咩咩咩咩咩。在幻想的过程中，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问题：生活真他妈无聊，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想了一会儿，我睡着了。梦里的我依稀觉得，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我无非是为了让赵家人过上我想要过上的幸福生活。梦醒了，这一次我的起床气没有控制住。凭什么我要一辈子为地主赵家人卖苦力？凭什么我的沉默是忍气吞声，而他的沉默是金？我越想越气，索性羊也不要了，反正也不是我的。回家后，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天作被，地作床，从此大爷我开启了一段既往不恋、纵情向前的流浪生活。没人管的生活果然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我每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竟然过得也是逍遥快活。这一日，我来到了大唐山南东道南阳郡的地界，闲逛时，我无意中发现地上有一个小盒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打开了这个小盒子。不知是什么原因，这小盒子一开，刚才天空还是阳光明媚，陡然间电闪雷鸣，飞沙走石，吹得我睁不开眼。我下意识地捂住了我的眼睛。A few moments later. 不知过了多久，耳边响起了“吁”的一声。我发现我坐在了一个凳子上，一个留着奇怪发型的小灰胖子正在前面的台子上表演。我心里冒出来一连串的问题：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扭头问旁边一个留着同样奇怪发型的小伙子：兄台，敢问这是何方？小伙子眼神怪异地看着我，迟疑地说：这是相声茶馆啊。你听个相声干嘛穿唐装啊？我回答他：此乃我大唐天宝12年，他打断了我：哥们儿，你太逗了。他掏出了我后来才知道的一个现代人称之为手机的东西。看，哥们儿，现在是2023年，大唐天宝12年已经是1200多年前的事儿了。什么？我穿越了？我恍惚地出了茶馆，有点不知所措。我漫无目的地随着人群来到了一个大舞台的周围，周围的人一边听着大舞台音乐，一边快乐地跳着舞。我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解下了随身的包袱，也尽情地舞动了起来。别跳了，别跳了，我们的东西被偷了！可恶的周围村民把我们这些参加音乐节乐迷们的东西偷了个一干二净。村民们认为，只要是放在地上的东西就可以随便拿，这都不叫偷，叫零元购。还好衙门里的人执法都很给力，在警察叔叔的帮忙下，乐迷们丢的东西都回到了他们的身边。我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月光宝盒。我拿回了自己的这个宝贝，只想回到大唐继续流浪。于是我又一次打开了它，谁知伴随着月光宝盒打开后的电闪雷鸣，我还是在2023年，只不过这回我到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夜市中。我饿，非常的饿，我也不管自己身上有没有银子，随便来到最近的一家烧烤店，点了一堆烧烤。吃着吃着，
我突然感觉出了一种异样，这不是自己流落田间时在田里烤田鼠的味道吗？上次吃田鼠，我拉了好几天的肚子，这些现代人怎么能这么不地道呢？我向衙门举报了这个拿着鼠头当鸭头烤的商家，不为别的，至少可以免费吃个霸王餐吧。检测的手续开始了，为了显示执法的公正性，检测没有在当地进行，鼠头被送到了江西省南昌市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让人大吃一惊，鼠头竟然被鉴定成了鸭脖。我觉得这鉴定结果也太侮辱我的智商了，忒没溜了。周围的吃瓜群众说，理解理解吧，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大家都很卷，拿鼠头烤也算是有良心了，毕竟鼠头还有肉呢。你要是在外面吃个烤香肠，里头连肉都没有，你就算了吧。我基本理解群众的开脱，只是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卷是个什么意思。我也不想多想了，外面吃饭不干净，咱自己做不就是了。自己做饭总得有个住的地方，我想着光是这样流浪也不是个长久的事儿，找个工作吧。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擦车的工作，毕竟擦车在哪里都能干，是日结，还不需要身份证。白天擦车，晚上我就睡在洗车房。几周后，我拿着打工挣来的钱，买了一部我大堂没有的奇迹银巧，周围的工友管它叫做手机。我开始学习如何做饭了。身边的工友告诉我，自己做饭，蛋炒饭最简单。于是我就开始学习怎么做蛋炒饭。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网上最火的大厨王刚的蛋炒饭视频我还没有看完，王刚就被封了。听说的原因是本朝太祖皇帝的太子爷去高句丽进行战争历练，本想着回来接班的，没想到因为一碗蛋炒饭就丢了性命。于是蛋炒饭就成了一年中某些时刻的禁忌。不仅如此，海外的一些反贼们贼心不死，专门挑太子爷的忌日吃蛋炒饭。他们认为隔壁国家的大胖、二胖和三胖把好好的一个高句丽折腾得够呛，而本朝只有大胖一世。大胖想重点培养的二胖因为贪吃蛋炒饭去见了马克思。二胖提前的 game over， 避免了我们像高句丽一样遭受无尽的痛苦。所以国外的反贼们把二胖吃蛋炒饭的日子作为本朝的感恩节。我能理解历朝历代都得避讳先帝爷的名字，可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历朝历代皇帝儿子的名讳从来都不需要避讳吧？现在好了，先帝爷的儿子也成了要避讳的词儿了。这言论管控比我们大唐要厉害得多了。幸亏他儿子不喜欢说贯口，否则这些东西都成了忌讳，那咱啥也甭吃了。哎，谁说历史就一定是进步的呢？当然，牢骚归牢骚，饭还是一定要吃的。当晚的饭没有做成，那就买一份吧。我上外面随便买了一份包装精美的盒饭，囫囵吞枣地吃了下去。谁曾想吃完了之后，肚子像翻江倒海一样疼。我拿起了盒饭，这才看见上面写着5个金光闪闪的小字儿：保质期5年。你爷爷的！现在的防腐剂都是免费的吗？我可是唐朝来的，对防腐剂大大的过敏。于是我趁着上厕所的功夫，上网科普了一下自己吃的菜。原来我吃的是江湖中无人不知，唯独自己不晓的预制菜。电视台和记者们早已澄清，各地学校也纷纷辟谣，声明本地没有预制菜，有预制菜的都是谣言，请大家不要担忧。然后湖北荆州、山东济南、海南海口、广东广州、青海西宁等地都声称本地没有预制菜进校园。不过没工夫深究，肚子实在是太疼了，我要去看郎中。工友们告诉我，城里没有江湖郎中，大夫们都在一个叫医院的地方候着呢，赶紧去医院吧。到了医院，大夫给我开了一瓶3块钱的利特灵，然后又给我开了300块钱其他的药。大夫跟我说，3块钱的药打开之后吃1片就行，其他的药你自己看着办吧，就先别吃了。这个大夫真好，真实在，我都感动了。吃了药，肚子果然就不疼了。现在的医学真是发达，我对现代医学充满了好奇。病好了之后，反正也没什么事儿，
我索性就把医院里的各个病房都检阅了一遍。当转到儿科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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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两步，一步两步，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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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魔鬼的步伐。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卷。这些现代的大人，自己活得不开心，自己活得窝囊也就算了，还主动自愿拼了命的把自己的孩子们培养成高科技的奴工。我要是他们的小孩，我就想问问俺的爹娘，如果你发烧39度，你的地主还让你一边打吊瓶一边搬砖卖苦力，你不会有一种想抽人的冲动吗？历史过了1000年，难道我的地主赵家人也来到了现代，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不可一世了吗？消消气儿，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我想喝肉末咖啡。行，我去。从医院回家，躺在床上，回忆着最近这些日子自己的遭遇，我觉得现代人活着真憋屈，真窝囊。我可不能这样，还是找点乐子，让老子开心开心吧。打开了手机，照着工友们教的方法，我开始看起脱口秀来。脱口秀演员李浩石说，现代的军队就像占山为王的犬，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我觉得他说的太有道理了。要是我们大唐的军队能像犬一样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那周边的蛮夷还敢兴风作浪？可是我不知道，就这么几句无伤大雅的随口调侃，把以调侃为主的脱口秀整个拉下了水。脱口秀大会到了第5季，算是寿终正寝，再也没有续集了。超无聊，超郁闷。打开月光宝盒散散心吧，看看自己这回能到哪儿。一睁眼，冰天雪地，真冷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擦车的活在这儿是干不成了。我找了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做起了民工。正在施工时，突然大家喊：“不好了，不好了！体育馆坍塌了，赶紧救人呐！”我来不及细想，赶紧加入了救人的队伍。等到众多的武警、消防官兵把我们这些人换下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累得气喘吁吁，知道这个活自己是干不下去了，掏出了月光宝盒，我想碰碰运气，看看自己这回能到什么新地儿。一番电闪雷鸣之后，我到了又一个正在电闪雷鸣的地方。大家快看呐、这个盆瓢，这个瓢盆，这个盆，这个，我操，雨好大啊！正准备找一个地方避避雨，突然间一股强大的水流冲了过来，不好，发洪水了！湍急的水流中，我也顾不上看这是一个他妈的什么鬼地方了。我呛了好几口水，用尽自己最后的一丝力气，打开了月光宝盒。这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城市，强烈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看着手中的月光宝盒，知道手中的这宝贝只能让我换地儿，不能让我穿越回过去了。经过了这一番折腾，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我是回不到大唐了，认命吧。我脱下了自己现代衣服下隐藏的长衫，决定做一个快乐的现代人。又被禁止了。我从身上取下了祖母留给我的遗物，家里祖传的，也是我身上唯一一个值钱的东西，一把吃饭用的玉勺。我找到身边最近的一个典当行，想换几个银子买点饭吃。谁料想典当行的老板尚有几分良心，而且还特别识货，看出了这个玉勺乃是来自唐朝的古物。老板怕我跑到其他的典当行去问价，直接给了我50万块钱人民币作为典当费，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这回真的是想留在现代了。我有钱了。我四处打听，先用1万块钱人民币买了一张假身份证，然后绕着城乡结合部四处转悠，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房子。当天下午，某个售楼处的一个漂亮的小姐姐说服了我，我拿出了身上45万块钱给了售楼处，付了首付，买下了这座城市位于明珠路与18里河路交汇处的郑州融创城里的一间房子。烂尾楼，自己一上来就踩了坑，大部分的钱都泡了汤。我要去维权，哪怕被暴打。还真别说，我果然被售楼处的人暴打了，然后被警察叔叔训诫了一顿，签字画押了一个训诫书，才算把我给放了。
现代社会做一个草根怎么就这么难呢？旁边的人跟我说，你太 out 了，我们现在谁还说草根呢？我们管自己叫韭菜。我躺在地上，随意地拨动了一下月光宝盒的开关，管它到哪儿呢？离开这个到处是韭菜的地方吧。再睁眼时，已经是湖北武汉了。这回我不但勤奋工作，还找了一个当地的女孩做女朋友。女朋友是个老师，不但人很善良，还喜欢在业余的时间里唱歌开直播。后来女朋友被网暴了，女朋友想让我带着她去外地散散心，于是我又打开了月光宝盒。我们俩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叫榕江县的小地方。小地方美景不错，可是饭馆却不多。女朋友饿了，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卖烤地瓜的。拿着烫手的山芋回来时，女友不见了。我的女友被抢了。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成何体统？我进了衙门，报了警。经过警察叔叔的一番操作，女友被救了出来。可是强抢民女的人并没有被抓。警察叔叔说，你的女朋友放出来就好，你不要因为抢你女朋友的人没有被抓起来就太激动嘛。这里是我们当地的风俗，你们外地人习惯了就好。习惯？我们大唐人的字典里没有习惯这2个字。不管那么多了，我又按动了月光宝盒，带着女友辗转来到了西藏的阿里地区。女友租了一辆大切诺基，带着我畅游西藏。我发现西藏的野驴真是多呀，真想把它们都运到河间做驴肉火烧。正想着美食呢，撞车了。我们没有什么事儿，但对方的车不大，被撞得不成样子。救人要紧，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哎呀，原来我撞的人是雪草姐。救人一命真的胜造7级浮屠吗？2023年，我一上来就遇上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奇奇怪怪的人。但这个雪草姐绝对是小母牛掉进了酒坛里最牛逼。我甚至觉得雪草姐一定是侍寝了唐明皇李隆基的杨玉环转世来到人间。我于是诗兴大发，作诗一首：西藏回望驴成堆，飞机警车次第开，一骑红尘草姐笑，无人知是雪将来。女友的妈妈，我未来的准丈母娘，觉得我这个人实在是太悲催，简直就是扫帚星复活。别人都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是大难不死必有更大难。我被分手了，我失恋了。站在韭菜地的边上，看着一簇簇茁壮成长，又一簇簇割掉复生的韭菜，我萌生了一种同命相连的韭菜的仇怨。我想，我不就是想过一个老百姓想过的普通的日子吗？怎么他妈的就这么难？离离原上酒，一岁树枯荣。主人歌不尽，奴才歌复生。走在上海的街头上，我收起了刚刚打开的月光宝盒。我逐渐认识到，这个月光宝盒不但不能穿越回过去，也不能穿越到国外，甚至连港澳台都去不了，只能在移动和联通没有漫游费的地方转悠。这他妈哪说理去？好在我有啊，别人没有，我就偷着乐吧。你们能够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前方人群拥挤，我无法克服自己好奇的本能，挤了进去，想看看究竟。可以免费拿吗？这个我没有要到冰淇淋，反而眼睁睁地看着冰淇淋到了老外的嘴里。我气愤呐！旁边参加车展的一位小姐姐劝我，我们上海人以前富裕的时候也天天吃冰淇淋，现在这几年光景不好了，吃的明显少了。于是我问，那你们现在还能天天吃冰淇淋吗？她回答说，不能天天吃了，吃冰淇淋现在是1年1次。世道变了，
当初我大唐这些藩邦蛮夷个个都得摧眉折腰是大唐，现在好了，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的待遇竟然比中国人自己都强。这些藩邦蛮夷一定是掌握了什么我们中华没有的东西。我想像玄奘法师一样去外国看看了。对，我想润了。我想到移民中介公司去问问，却发现大门贴上了封条。据这个写字楼里上班的人说，老板涉嫌非法买卖外汇被抓了。我问道，现在的外汇是不是就像我们大唐的食盐一样，都是官办的，只能官方买卖，私人买卖就会被逮起来？这就像只能州官放火，不能百姓点灯一样。旁边的人左手食指捂捂嘴，右手竖起了大拇指。我是一个特别执拗的人，抱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始终琢磨着，如果一个人没什么钱，又没有护照，如何能润到别的国家？我开始学习现代的知识了。我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艘柴油驱动的2手小渔船，在船舱里放满了备用的柴油，又把兜里剩余的钱都花光了，买了一些饼干、矿泉水和换了一些日元。在学习了指南针的基本用法后，我向另外一个国家出发了。疯狂吧？没办法，谁让月光宝盒没有出国的外挂呢？我之前计算过，中国的上海崇明岛到日本长崎的直线距离是860公里，我的小渔船的速度是20多公里每小时，一天开10个小时，4天之后我怎么也到长崎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海面上刮起了大风，我的船直接被西风吹着穿越了九州岛南部的大隅海峡，又被南风吹着一路向北。出发后的第8天，在我睡得迷迷糊糊、饿得奄奄一息时，船剧烈地摇晃了一下，船靠岸了。夜里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在这座城市的夜里，想赶紧找个能落脚的地方。走累了，我坐下来靠着街角睡着了。早晨醒来时，我发现我的面前就是一家中餐店，真开心！我兴奋极了，饥饿的我冲到了店家的门口，可是店门口写着中国人不准入内。大唐的名声在你们这帮无能的龟儿子后代的手里真的是越来越差了。想当初玄奘法师靠要饭就能一路要到西域，现在大唐的子孙花钱消费别人都不欢迎。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龌龊的事情，让人家这么讨厌我们这些华夏子民？哎，大唐的脸已经被你们这些后代们都给丢尽了。算了，不润了，不润了，我还是回国吧。我想到了这几个月让我历经劫难的月光宝盒，对我来说，它已经没什么价值了。我准备把它留在东京，省得以后回了国，我手贱再打开它。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我的手哆哆嗦嗦。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端详这个给我带来无尽欢乐和无尽痛苦的月光宝盒。哪尼？我发现月光宝盒的宝字被另一个字给盖住了，月光宝盒成了月光盲盒。是哪一个中国公安闲得没事干，动了我的宝贝？我要找你们算账。可是找谁呢？找来找去，估计又是个临时工干的。我撕下来这个盲字，这一次我无比敬虔、无比珍重地打开了我的月光宝盒。刹那间，我又回到了中国。这一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儿，一件一件地倒流着播放起来。经济下行，商家无良竞争的卷。祖国未来小花朵一边打吊瓶一边写作业看书的卷。想躺平看脱口秀，脱口秀没了。想躺平做一个普通的学生，学校里的体育馆坍塌了。想躺平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泄洪把家给淹了。作为韭菜发了点牢骚，阳光灿烂孔乙己被封号。外挖的老师作为韭菜被别的韭菜网暴。一边是有病看不起病的愁苦，一边是雪槽姐调动整个公务系统为他一个人造七级浮屠的炫耀。还有作为韭菜买的房子不能交付，韭菜心里的愁苦谁人能知晓？
韭菜如此多的愁苦，能不产生去海外看一看的润的想法吗？当下身边的很多人都是比烂的心态，教育系统的溃烂，医疗系统的腐烂，行政系统的摆烂，银行系统的烂账，周围到处都是烂人、烂债、烂尾楼，这光景，这次第，卷不断，躺还乱，诗就愁，别有一番润味在心头，这次第，怎一个烂字了得。我知道我的过去不是梦，我终于能回大唐了，我再也不想回来了。我终于回到了大唐，时间还停留在753年，还是大唐天宝12年。不过我这个人一直都是不幸运的，2年之后，我眼看着安史之乱爆发，10年之后，我一只眼看着安史之乱结束。安史之乱爆发后，盛世大唐的人口从高峰时期的5292万降到了1690万，3600多万人在战乱中死去。按当时的人口比例算，相当于一场8年的战乱，让我们大唐68%的人口消失了。按现在的人口比例算，相当于中国14.1亿的人口中有9.5亿人死亡，相当于中国的人口迅速降到了4亿5千万。真的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乱回到解放前。我真心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在2023年以后的中国重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